你要女人换你江山安定，江山为要，你嫡亲妹妹就可以弃之不顾吗？你果然是个好皇帝。刚泡好的碧螺春，皇帝喝口茶再说话吧。皇娘，儿子来是为了达瓦齐求娶横绰妹妹之事。皇帝既然开门见山，那哀家就直问了。这件事，皇帝打算怎么做？横绰妹妹尚年轻，儿子认为她不该孤老终身。达瓦齐骁勇善战，有勇有谋，是个可依附的人选。皇帝，皇娘，要是国库充盈，朕会摊开手，不顾一切的去平定准噶尔。但如今水患连绵，贪官祸国，局势未定，的确不是用兵之时啊。横绰妹妹委屈，朕的心里也是苦啊。当年为报社稷安定，哀家心里再不舍，也只能让横绰远嫁准噶尔。可如今他夫君已死，皇帝身为兄长，不接回身处内乱之中的妹妹，还要她再度远嫁，还嫁与杀他夫君的仇人，这置皇家的颜面于何地啊？身为公主，婚嫁只为保社稷安宁。咱们满洲也有再嫁的习俗。当年董鄂氏也是再嫁顺治爷，才成为皇贵妃的呀。彼时大清刚刚入关，未顺民俗。如今大清建国100年，难道还要学关外那些未开化之时的遗俗，让百姓们在背后嘲笑我们还是未开化的模样？睡在京城的地界上，还留着满洲地教的习气吗？朕也想迎回妹妹，可如今达瓦齐在准噶尔深得民心，得亲贵的拥戴。他也暗中和边地汗部勾结，若是贸然出兵，逼急了他们联手出击，会成为心腹大患呐。所以，你要女人换你江山安定，江山为要，你嫡亲妹妹就可以弃之不顾吗？你果然是个好皇帝，好皇帝啊！皇娘的指责，儿子无话可说。可皇娘想想，如今横绰妹妹被软禁在准噶尔，若是咱们贸然用兵，惹急了达瓦齐，以致恼羞成怒，毁了横绰妹妹的名节，甚至把她给杀了，那又当如何呢？你是皇帝，大可以对达瓦齐虚与委蛇，或安抚，或和谈，让他们暂且放下戒心。无论如何，哀家要横绰立刻平安回来，不能在那危险之地待着。达瓦齐不蠢呐，如今横绰妹妹是他手中重要的棋子，他不会轻易放走的。如要安抚他，只有答应他的请求。那就派兵除了这个昼夜之患，夺回横绰呀！那更是万万不可啊，皇娘！若是开战，咱们赢了，达瓦齐会拿横绰妹妹泄愤；若是咱们输了，他更会拿横绰妹妹要挟我们。不到赔银赔地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所以啊，你还是怕达瓦齐，
要用横绰来要挟你，让你付出其他的东西吧。如今，你不费一兵一卒就换回准格尔的安宁，你自然是肯的。这可怜劲儿的，这宫里的女人，即便贵为公主，也逃不出受人摆布的命运。皇娘，孝贤皇后是朕的发妻，当年蒙古求娶和亲公主，她也是小以大义啊。皇帝有这样的贤妻，真是皇帝的好福气。哀家无用，一辈子只得了2个公主，也帮不了你皇帝千秋江山多少。如今皇后再度遇喜，若得个公主多好，以后可以为你远嫁边地，安宁江山，胜过你的100万雄兵啊！皇娘，皇娘息怒，儿子只希望皇娘明白，您是大清的皇太后，一切要以国事为重。这就是当年哀家选的好儿子，好皇帝啊！奴婢恭送皇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拜见皇额娘，臣妾放心不下呀。朕想和你说说话。横绰是朕的妹妹，幼时相伴，兄妹情深。可这些征战沙场的将士，何尝不是母亲的爱子，家中的兄弟？他们何尝不是用自己的性命守护着大好河山？朕没办法。如果牺牲一个公主的婚姻，能让大清的男儿少些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少些无谓的牺牲，那么朕也只能这么做了。皇上确实有皇上的难处，可皇娘不会原谅朕了。从旁的地方尽孝，总能弥补一二的。难了，朕总是血亲元宝，孤家寡人。不是还有臣妾呢吗？